如果你杀人时被一只猫看到了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个凶手被猫看到后，直接一个闷棍加大飞脚把他给打残废了。对于这种行为，柯南倒给出了合理的解释。被猫看到后，凶手为了封口，就对猫动了手。不是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？好在这会儿元太大人说了句人话。可是被一只猫看到了，又不会怎么样。犟嘴，死者不重要，当务之急是找到虐猫者。猫爪上留着2根纤维，但这会儿众人一对比，竟然是死者衣服上的，这让他们不禁怀疑他是在与米花猫激烈搏斗时被猫打死的。死者小黄是这家餐厅的员工，按柯南的尿性，凶手就是剩下的员工。但奇怪的是，同事都死了，这些人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食費が浮くのは助かる。3人同僚が殺害されたの。调查一通后，唯一有杀人动机的就是老板。别看老板都70多了，但他却喜欢上了20岁的员工小美。碰巧最近死者小黄也在追求小美，所以老板极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把他给杀了。偷听到的小美很惊讶，原来自己这么抢手，真是让人脸红呢。会员直接一眼见查，坏女人装什么清纯？此时柯南把凶手锁定在了刚才那3个幸灾乐祸的同事身上，但柯南挨个拷打了一遍后，却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柯南暗下决心，明天还来。果然第2天又死人了。餐厅老板被吊在了树上，现场除了个梯子外，旁边还留下了几行遗书。我一时冲动杀了他，现在以死谢罪。与此同时，老板的房间里也找到了那把杀害小黄的凶器。OK， 结案，下班吃饭。杀害小黄的凶手已经畏罪自杀了，但这会儿柯南却觉得不对劲，因为在米花就不可能有人素质高到以死谢罪，这个自杀绝对是伪造的。先把老板搞死，然后把他吊起来，真凶就是为了借此洗脱自己的嫌疑。柯南一个猴子上树，发现了绳子那块竟然是湿的，而且老板的头发和衣服也全湿了，种种迹象证明了这就是他杀。凶手肯定是这仨男的中的一个，只有他们力气大到能把老板吊起来，真不错啊，元太。小绿帽一戴，脑子 CPU 转速都提高了。这会儿几人来到了医院，准备问一下猫哥那晚打他的人长什么样子，但猫哥好像出于某种原因不肯开口说话。柯南突然发现猫哥2条腿都骨折了，这就不对了。发现他的地方距离餐厅2里地，他腿都骨折了，怎么可能爬过来这么远？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第一个死者归西的地方并不是餐厅，而是2里地外的这儿。随后几人一通翻找，果然在这儿发现了一滩血迹。凶手把这尸体转移到餐厅，应该就是为了把罪名嫁祸给老板。柯南想把线索告诉警方，但不美日常作妖，他想挑战一把，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个虐猫者找出来。咱讲话的，为啥绑匪每次都绑架你？你就没考虑过自身原因吗？回来后，柯南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有没有可能凶手真正想杀的人是老板？杀前面那个人只是为了给老板一个合理的自杀理由。恰巧这时，厨师给几人送来了果汁，看着杯中的冰块，柯南脑袋轰的炸开，扭头便冲了出去。此时的柯南已经明白了凶手的手法，只是现在还不知道谁是凶手。这会儿几个冤种突然记起小美好像有个妹妹，但前阵子却因为一种叫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怪病死了，这让柯南瞬间锁定了嫌疑人。有了目标，几人简单搜寻后便掌握了证据。柯南懂了，画面一转，冤种团把小美叫了出来。OK， 我现在说一个过程，你马上给我催地上认罪，并给我一个离谱的动机。会员当面检查，指出了小美是在撒谎，他早就知道了死的这2个男人喜欢自己。根据情报，小美从半年前到这儿的时候就一直跟这2个男人保持暧昧。没错，你是故意让他们成为情敌的，为的就是找个时机杀死他们。你先假借约会，把小黄叫到了公园里，然后直接一刀挠死了他。这个过程还被猫看到了。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啊！你这个坏女人，直接把猫打成了残废，然后将小黄的尸体扔到了餐厅的水池里，就是为了让人认为这里是命案现场。然后第2天，你用同样的方法约出老板，直接一根绳子把他搞死，还伪造了自杀现场。本来我以为一个女生的力气是不够吊起他来的，但我们一查才发现，你来这儿之前竟然是一个摔跤手，那这就说得通了。你先往后稍稍，我要是真像你说的这样把它吊上去，树上会有摩擦的痕迹吧？你是使用了冰块吧？就是那种类似马鞍形状的冰块，湿了的树枝和老板上衣的水渍就是冰块融化后造成的。咱讲话的，这样的冰块咋造出来的？先放一边。根据我的学识，起码绳子放冰块上会打滑呀。だからってどうして私が2人を殺さなきゃならないの？我这就给你动机，你妹妹是死于蛛网膜下腔出血，对吧？简单来说，这个病就是慢性的摔死，伤者刚摔的时候可能没事，但如果不及时就医，几天后便会脑出血致死。柯南打听到小美的妹妹曾被2个醉酒的男人撞倒，没多久便死了。现在看来，死的这俩就是那2个男人吧？听到这儿，小美破防了。咱讲话呢，现在的柯南压根没有任何证据，只要小美嘴硬点，完全可以脱罪。但给他机会，他不中用啊！小美绷不住了，承认了罪行。确实，半年前这俩人在路上撞翻了小美的妹妹，他们当时很诚恳的道歉，妹妹也说没事儿，但没想到4天后妹妹就脑出血死了。虽然他们不是故意的，但也是间接害死了我的妹妹，我一定要杀了他们，所以我就来到了这家餐厅。现在看来，老板和小黄纯就是大冤种啊！明明就是这俩姐妹没当回事儿，延误了送医，最后反而这俩冤种跟着妹妹陪葬了。小美现在对自己的悔恨还只是停留在没有及时送妹妹就医，而不是杀了2个冤种，还暴打了1只猫。看来小美确实需要去米花监狱好好改造一下，毕竟那里面个个都是人才。治ってよかったね、ねきちゃん。